哦，在我的伤口上狂妄的撒盐啊！咱们是一个毛发节目，一个养生堂。咱出去晒太阳。走，很难受，真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优酷全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木子，我是何文俊，我是曾经的优酷一哥大锁。曾经有过吗？有过小范围的这么称呼啊，当过2个月的优酷一哥。是周一休息的一休哥。周末出不出来？我周一休息。一休哥。后来公司签了第2个艺人，我就变成2哥了。这些问题绷不住了啦。用充电宝充电宝能充满电吗？当然充不满，因为会存在能量损耗。反正那你从物理学的角度你分析一下来。因为你从电啊这个东西它很奇妙，对吧？我不给你放就没有。你电嘛，因为它来下个问题来，空腹可以吃饭吗？不可以。空腹就是不可以吃饭。空腹可以吃饭，但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空腹，因为饭和空腹不能同时存在。对。听不懂。我 CPU 已经烧了。你仔细琢磨刚才我那段话，你会感觉到它其实我明白了，就是说虽然空腹可以吃饭，但吃饭的时候不能空腹。如果它不能同时的话，就不可以吃饭，吃饭的时候也不能空腹。因为你吃饭了，如果你吃饭，你就不是空腹。熬夜加班秃头算不算工伤？算不算工伤不知道。脱发不算，有点针对宋木子了哈。这道问题我不想回答，拒绝回答。哦，在我的伤口上狂妄的撒盐啊！我觉得应该是工伤啊，因为已经有伤口了。因为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拿着这个去找我们的公司报销了。妈呀，那你能报几千万了？我财务自由了，财务自由了啊！报几千万是按根儿算的。宋木子那天我偶然看见他的那个手机浏览器搜索记录，他的意思说胡子能直到头上吗？就是他一直在搜这个问题。既然提到头发，那就比发际线吧。咱们是一个毛发节目，一个养生堂。二郎神怎么做眼保健操？知道第一个动作就做得到啊，他就是为二郎神设计的。哦，对啊，确实是这样的啊，对不对？你没做过吗？哦，这个好像真是啊。走路先迈左脚还是右脚？这个问题相比于之前有点逊色，我感觉。走路应该先做眼保健操。对，因为你先得看路，才会迈脚。为什么我们站在电梯里要说坐电梯？我都是坐电梯。你是真坐电梯是吧？我进去坐。那我也有个问题，照他这思路，那为什么医生给我们看病却说我们要看医生？那为什么我们要晒太阳？太阳晒我们，太阳晒我们要晒太阳。这种问题明明是太阳晒我，为什么叫我晒太阳 ？Oh no！ 咱出去晒太阳。走，很难受，真的。讲个故事绷不住了啦，我们需要讲一个绷不住了啦的故事，给你们一个故事开头，依次接力讲故事，可以离谱，可以反转。宋木子、何文静、大锁，他们3个人干什么呢？宋木子、大锁、何文俊，他们3个人有一天一起去打篮球。到了篮球场，发现篮球根本就不是篮球，篮球是真人版。篮球是真人扮的，对，所以他们3个人发现这篮球是真人扮的，他们闭着眼硬生生去打，后来他们3个人进了局子。结束，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悬疑悲伤科幻，一人判3年，然后被篮球打，非常好。你再来一个，没了。关于绷不住了啦。
请3位老师就是给我们推荐一下《绷不住了啦》这档综艺它的必看理由。我觉得这绷不住了啦，其实是，我们3个人一直想做的一档节目。然后我说，很少有一档属于我们自己能够放肆的，就是把我们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放在里边，而且是没有什么束缚的这样一个节目。对，也正好优酷给了我们这个平台，所以我觉得我们3个人就把这档节目做出来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期待的理由，应该会有很多惊喜在里边。然后，如果我们之前看的一些非常火爆的喜剧节目呢，或者我们参与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的话，大家可以把绷不住了啦看作一道轻食，或者一道小食啊，或者一顿宵夜，开胃的小菜。对，它就是一道轻便、营养、紧跟时事，同时又带点辛辣在里面的一个小食。对。那个，如果弹幕中出现“不好要”3个字，你们的回复是？当然，没说过是喜剧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从来没说过是喜剧。我们是绷不住了啦，又没说是喜剧绷不住。对啊，也没有说是喜剧啊，我们是一个悬疑奇幻爱情。另外一个不负责就是。那最近让你们绷不住的时刻是 Right now， Right now， 因为今天好像就是咱们节目上线的。此时此刻是我们有改动的改版对之后的第一次上线。对，心情非常的激动忐忑，也不知道大家看完以后会怎么样一个反馈。哦，对，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个引擎，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想把它做得很好，然后一开始我们的拍摄手法是偏传统的那个小品和 sketch 拍摄的手法，然后后来剪完2期，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效果不太满意，于是乎优酷的这个决策层和我们就是包括导演组一起商量说，这个让我们当时很感动，就非常斩钉截铁的说我们要换拍摄方式。然后我们就全变成实景的影视化拍摄，这个在拍摄成本、拍摄时间和这个制作成本上都大大的增强。然后就是我们3个就觉得，哎呀，优酷还是很相信、很信任我们的，希望能有好的结果。我们在想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，所以后边也会换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各种各样新的尝试，就是大家就是各种各样的喜剧形式，我们都会往里加。做了这么多年的喜剧了吗？那你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？最大的感受啊，就是不敢太瘦，因为太瘦了，就大家就会看到我的脸型、下颚线、棱角太鲜明了，就会忘记我的一些才华。但宋木子是我们中唯一是疯狂健身的人，唯一敢在很自律1-2千人面前露腹肌的人，就是不想搞喜剧了，就想搞这个当健身教练。搞唱跳，当偶像。对，我觉得喜剧最难的就是同行太卷了。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就是对自己认知不足吧。你去当教练吧，我你们讲点正经的吧。感受就是要不断的去迭代。其实有很多东西，我们时常会在自我会反思。对，就是这样的形式，观众是不是看过了？他还有新意吗？然后他还如果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观众面前，他们还会觉得好笑吗？所以我们也要不断的去进步，这样才能够让观众觉得你们的东西是新的，是有意思的。你下一个作品永远比上一个好笑，才能满足观众的预期，这个还是比较难的啊。最后的话，请对着我们的镜头展示你们的笑，需要是递进式的，可能一开始的这个，比如说何老师，他需要微笑，然后你的表情要比他再大。好，我先给大家表演个微笑。现在，让我们学习笑容3部曲。到头了。大总，你别笑，到你了，接。循环呢？可以笑出声的。咱就主打一个无声的笑。那这样我们不要给彼此太难的难度。对啊，我以为到我这结束，大锁你再来，我们就让观众看我们的细微变化。来，循环，它是循环的。你接下你的那个。我的微笑。我们这个表演层次是以0.01毫米的这个细节在。最后喊一句口号，记得来优酷看哦，绷不住了啦！哈哈哈哈！每周2中午12点来优酷视频看，绷不住了啦！